有没有哪些热度很高但三观极其炸裂的动漫？你们一定刷到过不少这样的视频吧？这些简直就是为喷而喷。今天可以因为达林斯·弗兰克斯驾驶姿势觉得恶心，明天可以因为星野爱偶像失格怒骂，往往还伴随着对，太对了，这些动画太恶心了这样的弹幕。而当这些视频说到观众喜欢的动画，那评论区就很精彩了，开始各种长文洗地。到这里你就已经见证了一场完美的双标现场。人间失格中有一句话，所谓的世人不就是你吗？任何人对于三观的理解本身就存在的偏差，这些视频和附和的人看起来只是在用普世价值观去批判动画中的各种细节，但其实只是在用自己的好恶去审判动画。我不喜欢后宫题材，那么后宫题材天然不符合普世价值观的表现形式就是最好的攻击点。但当道德的标尺压在每一帧动画之上，我们就看看最近引进的动画就明白了，既然女仆会改成丫头，那么女仆自然也可以成为一个被攻击的点。同样，那么多久久没有过审的动画都可以被攻击，但我们刷到的这些视频作者敢吗？敢去在视频里指责那些在抖音大红大紫的动画三观有问题吗？甚至有些视频的评论区会顺势把话题滑坡，从动画中可能存在的问题直接滑坡到喜欢这种动画的人有问题。比如说封神无知的人都压抑，那么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天天对着火爆猴发妈妈抱抱的弹幕又是什么？潜在的霸凌者吗？既然深之行会被炮轰到现在，当时火爆猴怎么总是有人护？章鱼批还有人共情着黄毛，这难道不是双标吗？当凯奇我曾经在视频里写下当年的神作放到现如今的评价会如何的时候，我能在评论区最直观的看到大家在说看自己喜欢的就好，管别人的评论干嘛？是的，没错，但是拦不住有人恶意评价，甚至用三观这个没有明确刻度的尺子，在同一个评价文案中对着不同的动画使用着不同的标准。如果以无耻的恶俗桥段为基准，啾啾的偷窥桥段足够被豆瓣打到8分以下，有练柱洗澡的鬼灭应该只有7分，哆啦 A 梦应该被冲得永世不得超生，又或者石头门里暗戳戳的荤段子还少吗？但这些都不会发生，因为大家只是在用自己的好恶来审判自己不喜欢的动画。瑕不掩瑜从来不应该是这些事情该有的解释，因为一个看完了无职的人如何跟你说主角的蜕变和超神的展开，你都会用一句恶心人就拒绝了。可是从来没有人反映到服务受众才是一个商业作品应该做的，被服务的对象也清楚什么是自己该看的。赛博朋克边缘行者就是一个这方面做到了极致的动画。如果讨论起三观，按照现在的普世价值最应该被拿出来表的应该是耽美题材，但是没有人会这样做，因为大家心里清楚这些东西不是给你看的。那么为什么一个深夜动画，一个服务对象明确的动画，有一点出格的桥段就要被口诛笔伐？更衣人偶如是，达林斯·弗兰克斯如是，不用想 EVA 中在上映之后肯定也是，到最后连观看者都要被套上XYY 的帽子。可当一个人连这些都不允许在一部虚拟的动画世界中出现的话，压抑的到底是谁呢？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看完过凯奇的视频，在结尾的时候凯奇会说一句我想和你聊聊动画，这并不是一句简单的结束语，而是我很怀念曾经那个大家对一部动画不是那么多力气，只要不触犯一些核心的东西，就不会因为一个点把动画批评的什么都不是。大家看5等分的时候就是想图一乐，看看能有什么神人的发展，而不是对里面不符合现实的内容批判三观。大家看推子的时候看的明明是阿库亚的复仇，是摆明整烂活之后一起笑他，而不是第1集就没了的星野爱偶像失格直接弃掉。我一直坚持的就是没看完就不评价，毕竟石头门哪怕看了前10集也还是一个无聊的动画。所以我是凯奇，我想和你聊聊动画。